中国是否会成为未来世界的样板国？如果说西方讲的是竞争，那中国讲的就是共生，这才是真正的大趋势。中国式社会主义已经渡了自己，那下一步就是给世界提供渡河的桥。世界可能会出现不同版本的中国式社会主义。兄弟们，你们发现了没？这个世界正在进入一个越来越魔幻的时代。在美国超市门口一张牌上写着“顾客请小心，结账的时候注意财物”。这不是笑话，是华盛顿本地新闻爆出来的提醒。晚上8点以后，很多人已经不敢单独出门了，什么零元购、盗窃案像天气预报一样准确。而在中国呢，夜里12点，你完全可以一个人出门，别说什么魔都夜上海，就算你去4线小县城逛个便利店，买杯奶茶，再顺便撸个串儿，身边的路灯亮着，监控闪着，那种安稳和可预期，就是人类社会最奢侈的幸福。这对比是不是很魔幻？就在这样的背景下，北京93大阅兵震撼登场。那一刻，世界的目光全都聚焦在东方。东风61导弹列阵，激光武器闪耀，无人蜂群战车疾驰而过，全场掌声雷动，世界网上都炸锅了呀！有人笑称假如五角大楼同时点了披萨跟东风61的外卖，那么一定是东风61先到。这句话听着幽默，其实却点出了一个真相。在当下的世界，中国的效率、中国的安全感、中国的制度优势，已经在不断送达世界的未来。兄弟们，那么问题来了，当资本主义世界一个个陷入动荡与撕裂，当美国的自由变成了自由犯罪，欧洲的繁荣变成了通胀噩梦，当赛博对战后，中国的购买力已经跃居全球第一，中国人能享受治安稳定、社会公平的环境，是不是意味着地球的下一趋势正在走向中国式社会主义？别急今天我们就从93阅兵说起，讲到资本主义的乱局，再讲到中国样板国的未来可能。听到最后你会发现，中国道路或许真是人类未来的最优解。大家好，欢迎来到老友记，我是大钊。兄弟们，咱们先从北京93阅兵说起。那一天，长安街成了世界的聚光灯，庄严的国歌响起，红旗招展，方阵步伐铿锵，导弹车队浩浩荡荡。全球直播间的镜头里，多少观众屏住呼吸，感受到一种久违的秩序感。我们要知道，阅兵这种仪式在中国文化中不只是秀肌肉，在古代就讲国之大事，在祀与戎。祀是凝聚信仰，戎是展示国力。阅兵就是在告诉国人，也在告诉世界，我们有底气守护和平，也有能力保卫家园。还记得100年前甲午战争，北洋水师全军覆没，国人痛呼今日之耻，100年难雪。鸦片战争时，坚船利炮轰开国门，多少人梦里都问，我们什么时候能挺直腰杆？而今天的答案就写在东风61导弹的凛冽钢铁里，写在激光武器的光芒之中。93阅兵是一次对历史的回应，也是对未来的宣告。东方巨龙已经真正站了起来。朋友们，你们想想，一个国家几十年的时间，从一穷二白到今天能造出东风61，能造出全套自主体系的高精尖武器，这靠的是什么？靠的是制度的优势。资本主义讲逐利，军事产业很多时候要看资本家愿不愿意投钱，而中国的逻辑完全不同。集中力量办大事，科研、产业、军工链条环环相扣，国家战略一旦确定，就能稳步推进。这就是为什么阅兵不仅仅是武器的展示，更是制度的展示。它在告诉全世界，中国式社会主义不仅仅能让你过上安稳的生活，还能在关键的时刻展现出强大的国防与科技力量。孔子曾经曰过，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。中国的逻辑是把个体、家庭、社会、国家融成一个整体，阅兵就是这种逻辑的缩影。你看到的是方阵整齐划一，但背后呢，其实是千千万万普通人的努力。工人们日夜赶工生产零部件，科技人员潜心钻研突破壁垒，士兵们挥汗如雨反复训练，
每一个细节都是众人拾柴火焰高啊。所以啊，朋友们，93阅兵的意义不在于吓唬谁，而在于告诉全世界，中国不仅是军事大国，更是制度大国、文明大国。而这正是为什么越来越多人开始思考，中国是否会成为未来世界的样板国。咱们说完了中国的阅兵自信，现在要来看看另一边资本主义世界的乱局。说句老实话，如果不是对比，我都不好意思说中国的幸福有多珍贵。因为人呀，总要看见别人的焦虑，才能懂得自己的安稳。先看美国，自由的另一面就是失序。大家都知道，美国喜欢打的广告词就是自由。可是你看现在的美国，所谓的自由，越来越变成了一种自由崩溃。治安问题白天还能勉强撑住秩序，一到晚上，街头巷尾就成了荒野求生。纽约、芝加哥、洛杉矶几乎天天都有抢劫案，美国人都笑自己晚上出门买个汉堡，附赠一场生死冒险。贫富差距华尔街富人开着私人飞机去上班，底层的工人却要靠救济券维持3餐。一个国家贫富化到这种程度，社会还能稳定？孟子曰过：“仓廪实而知礼节，衣食足而知荣辱。”美国底层人民连基本的生计都难以保障，还谈什么社会礼仪呢？这也是为什么美国社会越来越撕裂，动辄暴乱、示威、政治极化，民主党、共和党互相撕扯，国会关门成了年度大戏。谁还记得这个国家的团结？有网友调侃，美国的选票不是用来选总统，而是用来决定今年政府关几次门的。所以你看，美国这套资本主义模式早就失去了昔日的光鲜。自由是自由，但自由到连生命都无法保障，这自由还有什么意义？再看欧洲那边，繁荣的幻象破灭。过去几十年，欧洲总喜欢把自己包装成人类文明的灯塔，既高雅又浪漫。可这几年，欧洲人真正体会到什么叫日子一夜回到解放前。能源危机，俄乌冲突一爆发，欧洲能源价格飙升，德国老百姓冬天取暖都要靠蜡烛。法国人为了交电费不得不减少出行。朋友们，这可是欧洲呀，不是第三世界，更别提空调这种奢侈品。你到我家，整个夏天都在吹着空调，都没关过 ，whatever。但你再看欧洲，那绝大多数人连装都不敢装，因为装不起啊。问题源自哪？通胀噩梦，物价飞涨，工资却不见涨。意大利人抱怨，过去我们喝红酒配牛排，现在只能喝自来水配方便面。还有移民矛盾，大量移民涌入欧洲，本来是为了体现人道主义的，结果呢，搞得社会矛盾激化，治安恶化。原本安静的小镇，现在警察都不敢随便进去。你说这样的欧洲还能算是所谓的繁荣大陆？我看更像是罗马衰亡史的现代版。还有日本与韩国困在美国的影子里。日本表面上经济还行，实际上失落了30年，早已把年轻人压得喘不过气儿。加班文化严重，少子化加剧，年轻人甚至创造了一个词儿“躺平”。没错，躺平是源自日本。可是家人们，躺平不是他们想学中国的佛系，而是他们被生活彻底压垮的无奈。韩国表面是韩流风靡全球，背后却是社会竞争的极端激烈，年轻人压力大到选择不婚不育。还有一句讽刺的话，在韩国你不是在工作，就是在去工作的路上。而更关键的是，日本跟韩国都绑在美国战车上，失去了自主性。美国人一句话，他们就得跟着制裁别人，结果呢，伤到的往往是自己。就好比有人调侃美国让他们吃辣条，他们还得说辣的真香。那么问题的根源在哪儿？那很简单，资本主义的逻辑是逐利，所有的一切都以利润为最高原则。医疗方面，看病不是为了救人，而是为了赚钱。美国医疗费用之高让人感慨，病没治好，人先破产。教育学费高到天上去，学生一毕业就背上几十万美金的债务。知识不是财富的钥匙，而是债务的枷锁。政治方面，政客们靠资本家输送资金上台，政策往往是为资本家服务，而不是为百姓服务。你就像董王上台，当时马斯克、马都公为他捐了多少钱，大家都有目共睹。这就是资本主义的死结。它一开始也许能带来繁荣，
但到后来啊，必然走向失序，因为它呀没有一个真正能平衡公平与效率的机制。朋友们，说了这么多啊，是不是感觉资本主义国家像一座即将坍塌的大厦？而对比之下，中国的社会稳定简直就是人类文明的稀缺品。中国的夜晚，你能放心走在街头，不用担心被抢劫。中国的超市物价稳，供应足，不会因为国际动荡就断供。中国的社会呢，贫富差距虽然有，但基本生活有保障，医疗教育不断改善。这就是为什么越来越多的国家开始反思了，是不是该借鉴中国模式？是不是该学习中国式社会主义？古人云呀，水能载舟，亦能覆舟。资本主义国家正在被他们自己逐利的逻辑覆舟，而中国呢，却正在用稳定、公平、集体的逻辑载着人民驶向未来。兄弟们，咱们说到这儿就得问一个关键的问题：资本主义乱到今天这个局面，那世界能不能学中国？能不能走中国式社会主义的道呢？接下来就是咱们今天的核心解决方案。那么谁会率先借鉴中国模式？我们不妨先来看看亚洲。东南亚不少国家其实早就在学了，比如印度、越南、柬埔寨，他们一方面保留市场经济，另一方面又像中国那样搞国家主导型发展，修高铁中国承建，搞工业园区请中国投资，搞治安管理派人到中国培训。可以说啊，这些国家已经走在中国经验的复刻版。而中亚、西亚也是一样。你看中巴经济走廊，不光是修路、修港口，更多的是把发展思路也带过去。很多国家的领导人直言，我们要学中国的减贫方式。在这一点上，中国式社会主义已经成了发展中国家的灯塔。再看欧洲的半复刻，欧洲最近够呛呀，移民潮冲击，能源价格暴涨，街头骚乱不断。一些欧洲国家开始反思，光讲自由市场不行，光靠选举政治也解决不了深层次的问题，所以他们悄悄开始半复刻，比如加强政府干预经济，加强公共安全投入。法国、德国一些学者已经提出，中国模式不是威胁，而是参考。这是不是很有意思？欧洲人嘴上含硬，媒体天天唱衰中国，但背地里他们早就开始翻中国的秘籍《孙子兵法》。还有拉美跟非洲，拉美国家长期被美国操控，资本主义移植不成功，债务危机一茬接一茬，结果很多国家就开始喊，我们要走独立自主的道。那独立自主怎么走？答案其实就是学中国。巴西已经在跟中国推进本币结算，委内瑞拉则直接喊社会主义才是未来。再说非洲中国在那儿修的铁路、公路、医院已经是最硬的广告。非洲年轻人眼里中国就是未来的样子。换句话说，世界上越来越多的国家已经开始拿中国当样板国。那么大家能不能完全复制中国模式呢？说到这儿，咱们得冷静冷静。子曾经曰过，兵无常形，水无常势。世界各国的历史、文化、制度不同，不可能100%照搬中国模式，所以更准确的说法是，不是复刻，而是借鉴。他们会学中国的政治稳定经验、治安维持经验、基础设施优先经验、国家引导经济的经验。但至于党领导一切的深层次设置，很多国家未必能学得来。这就像孔子说的，君子和而不同，世界可能会出现不同版本的中国式社会主义。那么兄弟们，咱们来展望一下地球的下一趋势。在资本主义世界里，大家越来越觉得纯市场逻辑下，人是孤立的，社会是割裂的，财富是集中的，结果就是动荡、暴乱、枪击案越来越失控。而中国模式提供了另一种思路，国家要像家一样，先保证安全跟秩序，再通过集中力量搞经济发展，同时讲共同体意识，让大家觉得自己是国家的一部分。这就是中国式社会主义的核心，也是世界越来越需要的东西。其实早在2000多年前，《礼记·礼运》就说过：“大道之行也，天下为公。”这句话放到今天，正好对应人类命运共同体。咱们中国不是要称霸世界，而是要告诉全人类，未来不是丛林法则，不是赢者通吃，而是共同发展，一荣俱荣，一损俱损。如果说西方讲的是竞争，那中国讲的就是
共生，这才是真正的大趋势。有观众可能就要问了，大钊啊，照你这么说，地球未来要搞大同社会，那是不是大家都得学普通话呀？我只能说，语言未必统一，但价值观会越来越接近。安全、稳定、发展、公平的中国式社会主义价值观。所以家人们，今天咱们聊到这儿，答案其实很清晰了。中国式社会主义不是要替代资本主义，而是为地球提供另一种可能。世界不会完全复刻中国，但会越来越多的国家借鉴中国。这种趋势将逐渐引导地球走上一个新的阶段，中国式社会主义的大趋势。强者渡己，胜者渡人。中国式社会主义已经渡了自己，下一步就是给世界提供渡河的桥。那么你觉得世界会不会真的走向中国式社会主义？评论区见。